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sitting there. 各位小兄弟们，那如果你也觉得景这一位英雄到了大后期一枪就能够把敌人不是打残就是秒了的话，不妨帮这部影片点个赞，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出装那是不同这个一般的出装的啊。什么出装？我们全部搞冷却流啊！要不是这个诚心有加暴击，我才不会出啊！直接出一个天丛云更好，这样你的景搞暴走才能够有很好效益嘛，对不对？看到我们3个入对面3个也，可是对面是纳克罗斯，对面拉斐尔也要过来的，我直接穿过这个墙壁射他，可是我们打也没有来，那我们要闪现嘛，也不用啊，直接拉开强化恢复那就可以，可是你还是得注意把对面打残了啊，可是对面纳克啊，不是纳克，夸克啦啊，也是什么克啦，可能把你勾回去啊也不好，所以说还是先拉开了。4打3对面我们就不打，反倒是我们这个英雄呢打亥牙那是很好打的。那你说这一把没有对到亥牙啊，为什么挑这局打太好打就不选了嘛？啊那些局啊。看到齐尔啊，直接越塔进去，我们也越塔过去。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一把我们对面不是对亥牙，我们队选了亥牙？不过，虽然说没关系了，不过最后他的这个输出量很感人啊，还想回家啊，夸克还想回家啊，一射过去再来2技能杀掉，闪现得缴了。等多0点几秒，可能对面这个塔打多你一下，你就归天了。我们这个出装。全暴击，你可以看到我冷却鞋，没有什么人出冷却鞋的，通常也有的，有些大神是真的出冷却鞋的啊。而我们这一把就是冷却吗？之后，你看3件都有暴击的啊，哪一件没有的？都有的。你也又想出王者之剑对最大伤害，又想用暴走，那肯定就是这个出装啊。后期是最痛的出装啊，一枪啊，你打得出暴击。而且你出攻速装，我们就不会那么频繁的，对不对？2技能过去，1技能往回拉，可是齐尔是被对面直接给吸住了啊，那就算了。我们对这时间点啊也没有清心嘛，对不对？就算待会我们以为有那也没有嘛，待会你就知道，但也没所谓。打对面夸个逼出他闪现，直接这鱼人帮挡钩啊，然后我们先挡这一个技能，他的这2技能过了，我是一个杀过去，再打一下死一个，我第2个啊第3个能够吗？夸克哇，他还勾我回去，直接缴一个强化恢复啊，然后再把下路塔给，不要发现我啊，不要看到我没有在这。不是，不，哎呀，最后1秒，哎呀，纳克罗斯，真的是大家都是，因为这游戏刚出的时候都有的角色，对不对？什么相煎何太急呀？看到这里有个灵鸟他可能他儿子啦，不知道啦，名字变了，反正他调我，你看你调我还是你调皮还凝霜，你这个凝霜带回脚还好，这个脚就必死的啊，不是说每次极限脚就是好的啊。2技能打一下，还有谁闪现走了？还有谁？你不怕夸个狗你进去吗？为什么我们要走？队友没有状态，你看卢米亚哪有状态啊？我们自己吃补包啊，那就行了。先蹲在这，怎么好像没有特效了？这个景。我的隐形特效呢？蹲草丛没有隐形特效吗？啊，没所谓了。这些你打久了，其实我跟你讲，你这个传说玩家，如果大概有个现在2022嘛，大概有个6、7年的经验呢，你就会看这些英雄，你就会看的感觉像个透明人一样的。什么意思？全部英雄。其实就是看那技能组啊，看不到特效的，你可以看到它最原始的这种感觉的，就像一些很浓妆的人呢，卸妆之后你看到的那样子啦，对不对？看到这里下路啊，集结，我们先射一下再说，先把塔，你看看我们刚刚是在外塔
现在呢已经推到2塔了，这节奏拉得多么的快啊！不懂，先把这个小野怪给他打。有蓝 buff 是不是？有塔是不是？当然是先推塔。很多人呢，我就看到这个是怎么说，明明塔可以推，去了反野啊，那就这就没有那么好啦。看到这里中路集结，但你不是说不可以啊，要看那局情况啊。先把兵线给他搞，那对面肯定就会过来守。可是呢，好像能够打起来，就是射他扛一下塔比我都没有那么痛，这是他前期开始要小心夸克的钩啊。虽然队友已经杀了2个，那可是这时间你不要那么轻易的去推塔。对到夸克有一个很简单的玩法啊，什么玩法？你如果不想被他勾，不是说很难的事情啊，只要你躲在兵线的后面，意思是对线的时候团战就比较难啊。在对线的时候，你就躲在这个兵线后面，那就 OK 了。再射一下，直接来扛塔，吸住，哎呀，吸住了，一失3命，这是为啥呢？差1秒，克莱斯，这个轻轻差1秒，这个1秒就扭转整局了，真的是扭转整局了。他也不想的，可是这1秒就扭转整局了，从顺风就变逆风了啊！一开始我们打出2座塔在下路，这个就是顺风啊，但是这我们魔龙路打出优势之后，中路这一波团战不行之后，对面就肥起来了啊，肥得像夸克的啊！你看章鱼这么挺拔，他还是很瘦的啊。夸克虽然说像个董卓，所以不说这些了啊。看到下路这里有个2技能丢一下，看一下没有人的话再往前呢，哇，发现了2个，一个想回家，再射一下，莱斯特也得数啊。中路这里集结，先把兵线下路的给他整理掉，想要做一波啊，小兄弟，我感觉没有那么容易诶，因为对面2秒啊，有一个2秒复活的，剩下一个4秒的，高地是 OK 啊，可是这里看到章鱼好像想要做一波，我是想走了，我不行啦，这里不行啦，这样先拉开啦啊，对，幸好他有清新，不然呢这花克刚刚就打掉他了。那葛树这里呢，我们这愚人真身他是来救命的啊。先看这里，我们中路已然集结起来，汉雅在上路带线。他的汉雅这一把玩法虽然说伤害很低，速度真的很，但是他是一直有在带塔啦。虽然我们打塔是最高伤害，最后一个射过去，最后也是射了个助攻出来而已，没关系啊。你助攻有没有看世界杯啊？世界杯助攻价值连城啊，有时候先射你中路，哇，这那克罗斯直接用霸体规避掉愚人真身吗？再射一下。没有兵线等一下再到，可是愚人已经扛到没有血了，企鹅也扛到没有血了。虽然对面剩2个，我也想带打塔，可是对面这次也直接挑起我队友脚清新，我说我这个状态要是再往前就肯定属对4个都没状态，那你还想进去？对面拉维尔虽然剩下1个，对面2个，还有一个要出来了，是穆加爵要走了，不能啦，先拿一个蓝 buff 就不用回家。如果你刚刚滚往前哦，想要去兵线一到就射。对面那克罗斯就一条全部人一刮全部幸好往后走，不然的话，刚刚就是可能只剩下1个人或者2个人而已啊，那就变成是2打啊，也是退不了一样。这里呢，卢米亚走太前了，就说走路不要走这种路，你又不是走台步的时候啊，不是在走 catwalk， 为什么要走 catwalk 呢？啊，这走成这个样子，然后呢，对面就看你走的这么骚啊，就直接把你勾过去的。可是这里我们想一直按撤退，不要打这条龙。可是对啊，愚人小兄弟还是想打这条龙嘛。但是没关系，其实他们2个啊，这愚人还有卢米亚都发挥的其实挺好了。先射掉1个，可是开始卡了，我没有电。哎呀。天时地利人和好像都没有啊，不过拿下了 MVP， 最高伤害、最高推塔啊，最高什么一大堆了，最高对塔伤害，但没有杀多少，因为刷了助攻也刷了不少的，但没有所谓啊，尽了力就好了，拿下了个 MVP， 那也就其实就证明了这一个英雄你发挥其实已经对线不是说很好打的了啊。只是一般好打，如果你是对汉雅这一局，你就真的是轻松打了你这英雄。那么最新版中的最适合打什么英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位查格纳
我们是比较灵活的射手类英雄，但是如果被控制，怎么也灵活不起来，所以推荐他作为我们的搭档，在携带的这个大招情况下，无论是单抓还是团战，我们都不再畏惧敌方的控制性技能，轻松打出长端输出。注意他第2位英雄救赎艾瑞。艾瑞大招可以控制敌方英雄，是应对敌方突击英雄不二选择。他超强恢复能力也注定了他是一个及格坦克，有他在前排吸收敌方火力，我们就可以在后排放心输出。压制什么英雄？第一个就是赵云。赵云在前中期呢，输出就不足以秒掉我们，而我们在面对近身，他也可以利用一技能轻松走掉。后期呢，他打我们，如果他出了反甲，或者是说出一个白盾避免射手去秒他呢？如果是对一些不断普攻、多段普攻的射手，可能就不太友好。面对我们那强化普攻，我们仍然是很容易压住他。压住第2位英雄救赎艾瑞刚刚是最佳的这个最搭的现在是压制他，相生相克。他大招范围小，只有能量球触碰到敌方英雄才会回血，所以我们超远射程就可以轻松压住他。他2技能虽然控制长达1秒，但是颜值太高，面对拥有位移的我们命中率低。大招作为强力控制，范围是硬伤，无法靠近我们就会被消耗致死。被什么英雄压制？第一个就是输隐形呢，你打都打不到他，而且呢意思是你一技能这强化普攻打不了他，很难而且你说我们的手长输手比我们还要长，压制我们第2位英雄就是小丑。多通都好，不急，小丑2技能一开，你就不用打他了打不痛的。感谢大家收看，我是窝窝，喜欢影片的话不要订阅、点赞、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了个拜。